Yes, yes, Naz, yes, I'm yes. coming. You say no. I say hello. And then I say, Yeah. oh, You finish déjà dit non. I will say hello. Oh. Not no. Hello, hello. Okay, okay, Naz. Good afternoon. Yeah, how are you? Good.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good. Oh, okay. But I will say hello. Okay, I don't hear you. Oh, okay. I'm saying, come in. I see you say no. No, hello, hello. Okay. 大家好，我是住在新泽西，在纽约开车打工的普通工薪族猫咪苏 u 的妈妈。说真的，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在美股赚到了30万美金，我8成是不会告诉大家的。不是我小气，是真的。大多数华人一赚到钱，第一个反应就是先闭嘴，要不就是只说结果，从来不会告诉你过程或者明细。可是偏偏这几年，在我美股亏得最惨、最想放弃的时候，我刷到了一段让我整个人安静下来的视频，是一对加拿大的普通夫妻从0美金到300万美金的投资过程的明细。对，你没听错，是明细。每个月股票账户里有多少钱，买了什么，卖了什么，亏了多少，赚了多少，股息收益几个 percent，全部摊开了，一摊就是6、7年的时间。而且最震撼的是，他们原本只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工薪族，薪水都不高，他们的投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美股和普通打工人能不能够逆袭的理解。他俩的股票账户从0美金滚到他们第一个50万美金，花了20年时间，20年。但是从150万美金到如今的近300万美金，他们仅花了不到2年的时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对夫妻靠美股股息40多岁提前退休的菲尔的故事呢？我一定要讲给你听。我也会把他们的油管频道名字放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先说一下这对夫妻的背景，他们不是大网红，YouTube 频道做了快10年，订阅还不到1万，但他每月敢公开自己的 net worth 和银行余额，是我在中文 YouTuber 里基本没有看到过的。妻子呢是加拿大的一名前警察，40多岁退休，但是退休金要到60多岁以后才能开始领取。丈夫是巴西移民，以前做的就是一份很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工作，收入也不高，也没有什么富爸爸、富妈妈。两个人跟我们一样，就是靠双手劳动吃饭的普通夫妻。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经历特别真实，特别能打动我。他们频道最强大的地方只有一个词，就是透明。透明到我第一次看觉得很不可思议。从他们开始投资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完全公开家里有多少钱，每个月能投入多少工资去买股票，各个股票账户的余额、退休金账户的余额，又买了哪些新股票，又卖了哪些股票，本月亏损是多少钱，本月赚了多少钱，dividend yield 每个月几个 percent。目前他们的股息收益率大概是在6%到10%之间，甚至后来他们开始用了一点点杠杆。margin loan 贷款的时候呢，他们也照样公开。现在他们的margin loan 大概是只有20万贷款，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这种透明程度，说真的，我在中文世界是从来没有看过的。我想特别讲一下他们的财富增长的曲线，不是直线，而是突然提速的那种。因为他们是普通打工人，薪水不高，所以他们攒的第一个50万美金花了他们整整20年的时间。20年，是不是跟我们差不多？是不是听着就很真实？但是从最初那个50万变150万呢，只花了4到5年的时间。从150万变成现在的300万美金，只花了1年多的时间，1年多。这就是他们一直讲的雪球效应，前面慢到怀疑人生，但滚到一定程度以后，速度就会突然变快，越变越快。看到他们攒到第一个50万的时候，我是真的特别被鼓励到，因为我作为月薪只有2000美金的低收入网约车司机，存股的速度是特别慢的。看到别人收入高、投入快，在股市里赚的都是大钱，也会开始怀疑自己。
但看到他们的过程，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只有我走得慢，原来普通的工薪族真的要十几年、20几年才能看到最初那一点成果。他们的经历呢，真的让我心态稳下来。他们夫妻给自己设的 FIRE 的提前退休数字是150万美金，所以2、3年以前，他们40多岁就先提前退休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环球旅行，当然他们会选比较便宜的国家去旅行。他俩每月的总的花费呢，大概是4到5千美金，而他们目前的月股息的收入是差不多每月8000到9000美金，甚至将近1万美金呢。所以他们已经完全不用去碰本金，每月花不到的股息，他们也就全部都重新投入回股市了。存股150万到300万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提前退休了，没有任何的工资主动收入了，所以这个阶段他们的股票呢是完全自己涨、自己翻倍的，是被动增长的。外加他们还开始使用了杠杆 margin loan，那这就是被动收入真正厉害的地方。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你是不是在帮他们打广告？是不是在引流帮他们卖会员？不是，真的不是。我跟他们俩完全不认识，也没有拿过他们一分钱。我只是像大家一样，会很认真的去看别人的视频，觉得受到启发就会点赞、订阅、留言的那种普通观众。他们今年确实有把股票相关的内容搬到他们的 YouTube 的月费会员区，我自己也确实付过钱加入。但是你们完全不要花钱，因为我已经把重点都翻译给你们听了。我今天想讲他们的投资故事呢，是因为我们这种工薪族真的需要看到一个真实的不靠父母，不靠拆迁款的例子，不是那些一上来就说我靠股票赚了500万、1000万美金，我反而靠股息实现财富自由了。但是从不告诉你们，他们最开始的那30万、50万到底花了多久，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他们爸妈给的，还是房子拆迁款呢？还是离婚分的财产呢？还是意外的保险金收入啊？还是工资是咱们3、5倍的高薪白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而这对夫妻呢，他们从头到尾公开了每一步，所以我觉得值得分享给大家。他们20多年的坚持是真的很鼓励我。我第一次开始买股票也是因为他们，今年我赔钱赔得很惨，也是因为他们的过程，我撑了很久。当然，我最后是因为贪心才会赔钱的，那是我自己的问题。但他们20多年的稳扎稳打，让我知道，普通低收入打工人也能滚起大雪球，只是刚开始的小雪球，真的需要耐心很多很多年。如果你现在刚开始，速度很慢，看到别人已经靠被动股息躺平，心里有点难受，真的你不是一个人。不要把你投资的第一年去跟别人投资的第21年相比，也不要把你每月3000工资能拿出300来投资，跟别人每月1万工资能拿出3000来投资相比。更不要因为别人嘲笑你穷就开始怀疑自己。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比我10年前背着父亲的巨额的医疗债务，完全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已经好了太多。这10年，我不断的尝试摔倒再爬起，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用省下的钱投资。即使总被大家嘲笑我是北美投资避坑指南频道，那又如何呢？所以回到今天视频的开头，为什么我会说美股赚30万我都不敢讲？因为我们华人世界太多人都只敢说结果给你听，从来不敢说过程和公开自己的开始。但真正能改变我们人生的，永远是那个漫长、真实、辛苦的最开始多年的累计过程。如果你现在投资卡关，账户常常红着，觉得自己很失败，真的别急，你可能只是处在雪球还没有滚起来的阶段。你现在做的每一笔定投，每一次坚持，都在悄悄铺路。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只需要先开始，才会慢慢变得厉害。我也还在路上，但至少我不会放弃了。今天我开 Uber 的收入是105.1美金，Lyft 的收入是11.13美金。今天总共开车6个小时。这对加拿大夫妻的 YouTube 的频道名字呢，叫做 Strategic Early Retirement，或者是 at Fireway Go。谢谢你听我讲完，那么我们下次见喽。